你是我阿父新娶的夫人吗？你长得没有我母亲和阿娘好看。叫什么姨母？叫阿紫。还有，说谁不好看呢？你给我赔！给我赔！行，好，停，知道了。阿紫可厉害？厉害！小屁孩。早就听闻谢家娘子不好女工，不喜风雅，不务正业，嚣张跋扈。今日一见，我倒是觉得妹妹聪明灵动，让人见之欣喜呢。我也听闻阿紫所嫁非人，孤苦愿意。今日一见，却是怡然自得，清风自来。可见传闻并不可都信。母亲不爱出门，是因为她太穷了，一出门就忍不住要买书，可贵了，一卷古书得有3个9连环呢。我也无别的爱好，就爱藏些书罢了。这几日还淘到了20来卷有趣的野史，还有从西域来的几筐教义经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几本前朝的画。一说到这些，就有些多舌了，妹妹听着无趣吧？理解，我也爱收藏各色石头，还会搞些奇技淫巧。或许我可为阿紫做个书吏，可将阿紫的书分门别类，方便归置寻找。拆卸后还能随身携带呢。妹妹若是真的会做，那可就帮我大忙了。既然你喜欢机关淫巧，我记得我这儿有几本书记载的就是古时失传的技艺，我也看不太懂，便一直搁着了。妹妹若是不嫌弃，今日就当见面礼了。那阿紫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灼灼，怀一腔赤诚，人不枉一生执着，手挥斥方遒，扶风起云涌，常怀想苍穹，矢志不忠，以命为守，勿忘，以魂照肝胆。听说2年前，你与东街齐乐居的掌柜柳大打过一架，你抢了他厨子，伤了他伙计，最后被京兆府停了3个月的营生，以示惩戒。放他娘的屁！柳大的相好跟着什么京兆府尹是拐了180道弯的心情，京兆府尹偏私枉法，判我停业。呸！什么东西！巧了，京兆尹已经被我杀了。你是靖安王府世子萧烨。世子，这是您要找的妙手公子的账簿。烧了。诺。哎，我。其实你一直都知道妙手公子的真实身份吧？从现在起你不知道了。无论是谁向你打听有关妙手公子的事，你都一概不知，明白吗？你是西北泸州人士，你有个弟弟，在西北庞鄂军中当兵，你们多年没有联系，你也一直在找他，不清楚他是生是死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找到他。收了这些银子，
你便是我的人了。我需要一个西月楼这样的地方，收集健康消息。至于这个西月楼究竟是姓景还是姓蓝，我无所谓，赚的钱也都归你。快答应了，傻了吗你？以后有世子给你撑腰，你还怕他姓柳呢？景兰，听凭世子吩咐。好，从今日起，西月楼开始说话本子，多找几个说书先生，照好听了说。文熙太子，却骨令，这么老的传言还有人信吗？懂，不问不说。把所有打听却骨令下落的人全记下来。诺。还有件事。侧妃早起去了王妃和世子妃的院子，喝了2碗鸭汤。世子妃又送了2本书，刚才又跟着世子妃和小公子去蕊夫人的院子。他呀，倒是不拿自己当外人，连吃带打。还不是世子早就跟府中人交代，要善待谢娘子。我就是没明白您图什么，娶回来一个祖宗，还为他花这么多钱买下这座西月楼，就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就是妙手公子。您一共才有多少私房钱？你想领军棍吗？世子，谢娘子的婢女和安慰的尸身都已经带回来了。好，去看看谢家玉被蕊生折磨成什么样。哎，我疼，阿紫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这儿是涌泉，如果这儿痛呢，说明平时体内有瘀；这儿是足阳明胃经，平日里你脾胃也不太好吧？哎，阿紫，你救我！妹妹忍着些，你现在疼，一会儿按好了可松快了。哎，世子妃啊，昨夜你又是子时过后才睡的吧？你若再如此，别想再有安神汤。两位阿紫，没想到你们关系这么好啊！难不成你也以为我们像外面传的那样，天天都成无忌言？啊，没有。当年我生子期的时候呢，便是世子妃亲自照料。这些年我在外随军，子期也只由她教养。说这府里，谁与我最亲近？不是世子，而是世子妃。就连每月的家书，我也是寄给蕊夫人的。厉害！萧无业，你真是人才啊！治军一流，治家也是。侧妃，世子有请。世子找我。萧无业，你总算是救了我一回。两位阿紫，我先走一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是世子特意嘱咐你给侧妃调理身子的。正是。倒也是用心良苦了。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这么美的地方。这么美的地方，当然最适合杀人了。哦，我好害怕。就这么笃定我不会害你？蕊生阿紫和元气阿紫都是好人，若他们没有一起毒死你的话，说明你这个人也还行吧。这个给你。这是参儿的簪子。你的婢女和安慰的尸首都葬在那里了。北府军阵亡，若寻回尸首，当素容更衣葬在树下。这是我北府军礼。他们是你的忠仆，为主君牺牲也当如此。给他们刻上名字吧。苍儿，安慰大哥，对不住，
是我连累你们了。说来是在为人，别再为人奴仆。愿你们做一只鹰，翱翔天空，总有风雨，却无内苦。侧妃，您的信。女郎是西月楼的景老板，他说有人去西月楼找妙手公子谈生意。你刚才往谢氏院里送什么去了？是一封从西月楼送来给侧妃的信。天下一直流传着却骨出天下定的传言，称文熙皇后的孩子并没有死，一旦却骨令出，文熙太子便会重现人间，一统天下。列位看官，沏茶坐稳。景老板，你找妙手公子？不知公子可还记得上次让你设计连环弩的那位萧公子啊？怎么又是连环弩啊？有完没完了还？这回不是弩的事儿啊，是这个萧公子他欠了我西月楼好多的银子，吃也赊账，喝也赊账，赊账赊的我这西月楼都快开不下去了，我得去告他。不会吧？我记得他上次来找我买弩的时候，出手挺阔绰的呀。是啊，这谁知道呢？反正是欠了我好多银子，我现在就得去告他。但是我记不太清楚他长什么样啊，您帮我画一幅他的画像吧。他欠了你好多银子，你却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？公子有所不知啊，我脸盲啊，我是脸盲。而且这些富家公子一个个穿的也都差不多，唇红齿白，长得也都差不多，我是真分不清楚他们谁是谁。那你店里这么多伙计，他们都脸盲？他们倒不都是脸盲，但是他们没有人懂丹青啊，能认得出来跟能画得出来，这是两回事儿啊。我们西月楼跟妙手公子都这么多年交情了，您帮帮忙吧。行吧。妙手公子，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连环弩，难道？那个景老板还挺会忽悠的，画像已经拿到了。谢家玉可有察觉？上尉，先从宫里开始查，还有出入太学的学子，是否有此样貌者交叉出现？世子怀疑谢太傅和太后。希望是我想多了吧。你可知道，这个谢家瑜就是西月楼置卖机巧务实的妙手公子？这名字我不曾听过，但佳瑜妹妹的确会机关制造。哎，她还给我做了个书例。倘若她偷偷在坊间卖些小东西，也不奇怪啊。令背负将士们，枉死的连环弩，就是这妙手公子所造啊！我从谢家瑜的嫁妆箱里搜出了一把连环弩，对比过了，长短形制机关一模一样。谢氏家主王府一定别有用心，不能让他靠近子期。你和母亲也要小心，他送你的书令就不要了。婚事是世子所求，并非佳瑜妹妹所愿。大哥如果担心的话，不如直接去问世子啊。我同他说什么？他恐怕早已被这妖女蛊惑。大公子跟世子妃，小心！小心！小心！没事吧？你跟我走！哎，不是，大哥，大哥，走！子期，我怎么了？子期，没事吧？好，我们走。世子，大公子说侧妃要谋害子期，已经闹到祠堂了。旧朝时期盛行炼丹，这烟花就是从那时被人发现的。除了硝石、硫磺、木炭，还要辅以铜铁、棉花等等，可形成不同颜色。我做的烟花卖的可好了。算了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，我就这么告诉你吧。我要是真想害人，用不着这么麻烦。我哪怕这儿多一点，那儿少一点，保准在场的没一个人能活，也包括你。
这么说，你承认你害人了？我可以害人，但不代表人是我害的。你已经害过人了，你就是妙手公子吧？我北府兵就是被你。大哥，世子妃先带子期离开，佳云，你先走，我跟大哥有话要说。子期，走。走啊！我不走。妙手公子，到底怎么你们了？就是你设计的连环弩，害死3万北府将士。大哥，你还要替他遮掩？我看你是色令之婚。谢家瑜，你说你今日没想害子期，我不与你分辨。那这3万北府将士的冤魂呢？你敢说都与你无关？就是你设计的这有问题的连环弩，令3万北府将士几乎全军覆没。幸好无一听到了援军抵达。你敢说你毫不知情？你们谢家安的是什么心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萧无一，我明明是给一个世家公子设计的。放心，你要的连弩，妙手公子一定给你设计出来。他只说他要去雅集上，看着好看唬人就行了。哪家的世家公子？他说他叫萧胜。萧胜？萧无一，他说是你找他设计的，你认吗？你怎么会叫萧胜？你不是叫萧无一吗？萧胜是我本名，无一是我的字。自从我14岁上了战场以后，便没人再称我为萧胜。怪不得当初青龙偃月来虚月楼找我的时候，听到我说萧胜就生气了。可还是不对啊！当初来找我的不是你，但他一看就是个公子哥的模样。若真如你所言，从一开始他就伪装了身份，那么到底是谁借你之手害了3万北府兵？还有谁又知道你设计出这害人的连弩？他怎么会认识阿父？长大后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身不由己。你必须当这个棋子。家人，去哪儿？看来你真的早就知晓此事，但你还要保他。想必大哥看得出来，谢家瑜他并不知情。但此事一闹出去，岂不是让将士寒心？而且这谢氏巧言令色，还未入府就害了这么多北府将士。难道将士们不该知道真相？难道立了块碑，我将士的仇就完了吗？自然不算完。那你当如何？大哥很快就会知道。阿父，阿父，阿母，阿母，
好好，夫人你看，何曾见过夭夭如此文静娴雅的模样啊？世子，我家女儿没有给您添麻烦吧？佳瑜很好，靖安王府上下都很喜欢她。我云昭的女儿虽不说有多出众，但我从来没想过让她嫁得如此仓促，更未想过她要为人侧室。说句心里话，本也没想她能嫁成。佳瑜既为国事入靖安王府，萧氏自不会亏待她，郡主请放心。阿母，世子知我喜欢些机关银巧，便在府中为我开辟一处空地，好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成婚匆忙，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来得及带走。这次回来也是想将我的一些奇巧之书和工具都拿回去。世子，你和南星一起去我书房，将我那些图纸都拿走，一张都不要落下。我还有话想同阿父阿母说。夭夭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要帮萧无疑改制军械？那阿父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3万北府兵，3万条人命。阿父是故意让人来找我设计连环弩的吧？我曾见到过那个自称萧胜的男人，出入过阿父的书房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这的确说明不了什么，但我心中却已明白，阿父当初为何鼓励我设计连环弩。我甚至将连环弩的缺陷都告诉了您。没过多久，那个自称萧胜的人就来找妙手公子买连环弩。阿父，您敢说这些都与您无关？这3口是感谢阿父阿母养育之恩。若阿父只牺牲我一人，我也能理解。您只是立场不同，舍弃了我。但阿父如今所为，实难成为世家典范，君子风度。那你要如何？你要揭发你阿父？大婚之夜你让我做的事情，我一件都做不到，更不会做。连环弩造下了人命债，若有一日北府将士要来向我讨还，因为我是阿父的女儿，得阿父养育至今，所以我自当替父以命换报，不敢有冤。但这天下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我自己去看。这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我自己选。阿茂也一样。阿母恕罪，这顿归宁宴，夭夭实在吃不下。告辞。夫人，趁热吃。这健康城内大约多少百姓？20余万户。每年的上元节，那是最大的集会。那时街上熙熙攘攘，有没有3万人？应该有吧。那么多人吗？那么多人都是因我而死。
一个人静一静。青龙偃月，跟紧点，别出事。诺。打扰了，老板。谁啊？关门了。老板，哎，老板，我想买包梨花糖，打扰了。明天买。哎，我家妹子，她今日心情不太好，她平时就爱吃您家的梨花糖，我愿意出10倍价。啊？烧了有何用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笑你什么？笑你被你的阿父利用，害了我北府军。你是北府军统帅，你不生我的气。虽非我愿，但我的确害死了这么多人。我跟一个傻子较什么劲儿呢？你才傻子呢！你哪来这么多问题啊？术无正邪，为术而已。若是我人人都要怪，除了你，我更应该怪公叔子鲁班。关他什么事儿？若不是他最早发明各式工具，机械木造之术就不会出现。除了他，我还应该怪发明机关术的墨子。再往上数，还有皇帝的孙子张辉，据说最早是他发明了弓箭。你不是要怪吗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把他们都给我找过来，我要一个个好好算个明白。你呀，最多就是个从犯。程一斋的，肯定是阿茂同你说的吧？哎，这是阿茂给我的，还是阿茂对我好？小五爷，你和你的家人和我听说的不太一样。哦，你阿父把你送进来的那天晚上，是怎么跟你说的？让我来猜一猜吧，他是不是说，我萧家倚仗北府兵势大，迟早有一天是要谋反的，哪怕你是为了礼貌，也要嫁进来盯着我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是妖怪吧？兵法，战场，意识人心。我要是能像你一样，看得这么透就好了。我不明白阿福，北府兵不是在守护北境吗？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我看你还是当个傻子吧。对了，跟你说个正事。你能有什么正事？阿茂病了。什么？他怎么会病了呢？宫中有那么多太医照顾着，他怎么还会生病？严重吗？你快带我入宫吧。太医已经看过了，并无大碍，只是他最近不思饮食，想让你给他做一些山楂糕，我把他送进宫去。他真的没有什么大碍吗？只是想吃山楂糕？骗你做甚？我知道了，我明日就走。萧无一，这莲花怒非我所愿，但我欠你一件能够让北府兵在战场上反败为胜，护持北府兵勇往直前，踏平北境的绝世武器。我说到做到，我一定会做出来的。怎么，你不信？好，我等着。什么？突然笑我做什么？殿下今日生病了吗？世子今日没入宫啊。给谢家瑜找点事情做，别让他整天瞎琢磨。这梨花糖也太甜了，去给我找杯山楂汁来。我看是您自己想吃山楂糕了，您就爱吃酸的。世子，有一事我想不明白，您说按照这谢家瑜的城府，基本上就是被人坑的命。谢太傅费尽心机把人送进咱王府，图什么？难不成真指望他从咱王府找情报回去？谢太傅是散起人心的高手，
只不过他算计的，并不是谢家瑜罢了。那算计的是谁？想不明白就去问颜月吧。我才不问他，我会自己想明白的。这是朝廷赏赐，卢大勇，你带着兄弟们拒领赏赐，是想抗旨吗？我若拿了这赏赐，我就对不起在九丈原枉死的兄弟们。还敢乱讲！嘿，你们要干嘛？都造反吗？让开！跪下！我北府并没有无缘无故下跪的道理，都给我起来！名册给我。冯志远，方18，曹兴安。世子，九丈原一战，3万弟兄为什么会枉死？当时武期间特意赶制了一批连弩，他们说这连弩能一箭9发，可谁知到了战场上，这连弩用不了几下就失了准头，所以我们才知。设计连弩者，正是您新纳的侧妃谢太傅之女谢家瑜。敢问世子，您求娶谢家瑜，可是为了向士族求和？您要参与北秦和谈，是不是就忘了我们与北秦的血海深仇？放肆！住手！军口无实。诺，来人，带走。犒赏大家。世子，属下无能，还是走漏了妙手公子的消息。是否是大公子所为？他不满您不处置谢娘子，故意在军中散布消息？不，或许是太后。宫中那个贾孝胜的线索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世子，眼下军中恐怕已经混入了奸细，若不给个说法，伤的恐怕不止世子一人，甚至军中会发生哗变。袁家子，等等我。袁家子是否要去府外买书？可否载我一程？世子不是不让你出门吗？你这么着急忙慌的，是要去做什么？我想做一点山楂糕，但是府上没有桂花蜜，所以就想偷偷出去买一点，给世子吃。啊，不给他吃，为什么给他吃？听君姑说，世子最爱吃山楂糕了，应该说酸的东西他都喜欢吃啊。不过才不是给他吃呢。是给我在宫中的好朋友，李乐君，平宁县主，他生病了，就想吃点酸的开开胃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宫中过得好不好。你说，宫中那么多太医宫人，怎么还会生病吃不下饭呢？袁家子，你是太后的亲侄女，你肯定最了解太后了。太后她老人家可还好相处？阿紫，阿紫，阿紫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都想了好久了。你不用担心，太后她对有用之人向来和善，而且齐王殿下和平宁县主如今对太后来说就是最有用的人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那就好。阿大，田超，赶紧滚！一个哑巴也想入禁军，你也配？怎么让你滚听不懂吗？你怎么听不懂呢？啊！敢动手！住手！你没事吧？你凭什么打人？能入禁军者，哪一个不是出身高贵？一个身无长物的庶民，真当这里什么人都能进呐？这上面可没写哑巴不能参军，也没说必须要士族子弟才能来，只要符合条件，人人都可报名。禁军代表皇威，拱卫京师，保护天子脚下万民，
岂容你们横行霸道！好一张利嘴呀！啊，有本事去我的禁卫府再变呀！拿下！慢着，阿紫，禁军统领大多背景深厚，世家出身，莫起冲突。原来是靖安王府的夫人们呐！萧世子艳福非凡，不知今日出门的是哪2位夫人？与你何干？好奇嘛！今日在酒楼听了个话本子，说害死北府兵3万将士的妙手公子，就是靖安王府新纳的侧妃。这萧世子少年风流，心胸开阔，连害死北府兵的罪魁祸首都能娶进家门。就是不知那些北府兵是否也能如此宽宏大量啊？哎，这妙手公子不会就是你吧？谁使的剑？岳清扬，你有这耍嘴皮子的功夫，不如多练练兵，多花几分心思在正事上，也不至于长沙王逼宫之时，你的人都吓得尿了裤子，还得等我北府兵千里来救。回府！你们给我等着！阿大说阿茂入宫后，他便一个人寻生路。入禁军是为了能够离李茂更近一些，但禁军非世家子或良家子不收，他去了很多次都被赶了出来。你是为了离阿茂更近一些？我的命是殿下救的，自然他去哪儿，我就要去哪儿。如此，那你可愿先加入北府军，待我找到机会，再让你入禁军？起来吧。谢萧世子，走吧。哎，干嘛？谁许你走？不是你干嘛呀？谁让你出府的？大婚当日我就警告过你，少顶着世子侧妃的名义惹是生非。我哪里惹是生非了？不是你让我做山楂糕的吗？那没有桂花蜜我怎么做？阿茂他就不爱吃酸的。还有啊，我也不是你的什么侧妃，我在靖安王府只是暂住。要不是为了阿茂，要不是为了阿茂，你就不会在府里待着。我用不着你来提醒我。你以为我乐意每天看你这张惹人烦的脸吗？我惹人烦？从今日起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出府。颜月，你看着他。诺。想说什么就说。世子是为了保护谢娘子，说是同她好好说，谢娘子未必不肯听。我不需要。世子有消息了，贾萧胜是太后所为。这的确像是母后的手笔。谢亲，母后以妙手公子打击萧无一在军中的势力，牵累令爱。若萧无一真的对令爱下手，你可怨太后？太后制约北府兵之心，并没有错。罢了，母后要权，萧无一要北伐。你要世家之名，百官要他们的乌纱帽、礼帽。礼帽要什么朕不在乎，你们在朕面前耍尽心机手段，朕也都不在乎了。朕横竖也就还剩这1、2年的光景，能撑便为你们撑着，撑不住倒下来，这天下
便随你们闹去吧。朕累了，退下吧。臣领旨。谢卿，礼貌是你举荐的，重情重义，既是他的优点，亦是缺点。萧无一对他有救命之恩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沦为萧无一的傀儡。朕不想去了地下，无颜面对列祖列宗，说朕选了一个亡国之君。如今我虽给了他监国之尊，但倘若他不能令朕满意，朕也不会立他为主。太傅明白。陛下放心，萧无一与齐王这盘棋的棋眼便是小女佳瑜。齐王仁善，但再仁善之人，心有不足便会生欲。这世间最能激起人心欲望的，便是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人与自己渐行渐远，却无能为力。你把亲生女儿送进靖安王府，算计的就是礼貌的野心。陛下英明，太傅果真是我大业的忠臣。看见了吗？这才是你的老师，真正的三朝元老谢太傅。你想要走，走得了吗？我们不过都是这些老家伙手中的棋。心追随着你的温热，回忆勾勒你的轮廓，天地在耳边寂寞。若你是风，代价为何？执你知我，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多长，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不能忘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生愿望。拉住你的手掌，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，至天荒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寻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